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继成副教授通过各大互联网平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知识，并与时事热点相结合。其账号在短视频平台拥有大量粉丝，借由其曾入股的教育机构大量出售相关书籍和网络课程，并借此牟利。在2023年3月选择清空 B 站账号内的所有视频，并退出 B 站，但其争议言论仍然广泛流传，其批评者也纷纷收到律师函警告。不利于郭继成教授个人形象的文章视频遭到大规模投诉下架。2023年10月，湖南卫视一档名为《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的节目引发网络舆情，其中郭继成教授作为受邀主讲嘉宾，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郭继成作为马院教授，在相关领域没有什么知名著作，反而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开办国学班、售卖国学课程，到全国各地四处讲座。一位知名教授和哲学博士在知网上没有一篇像样的论文，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考研辅导班、国学瞎给赢这种东西上。鉴于当前中文互联网没有系统性反驳郭教授观点并剖析其思想根源的文章与视频，作者借参与学术论坛的机会写下了这篇文章，以供后人参考。本视频国内版本均以自我规制第2章节及郭继成的思想根源和部分内容。原神启动。郭教授本硕博先后就读于政治、法学与哲学专业。很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知网还是社科文献库，我都没有找到郭教授的本硕博3阶段任何论文。所以这一章节的理论综述主要来源于郭教授在学术期刊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以及各大平台售卖的国学讲座视频。注意，我画的是国运的线，中国的国运，欧美的国运。郭教授对国运线理论的自我评价是：你要看懂了，你就4个字送给你，叫惊为天人。其中红线为中国的国运，蓝线为欧美的国运。两线的交汇点 E， 其横坐标为17世纪。1点之前，红线保持对蓝线的领先，即清军入关前，中国的国运一直保持在国际第1梯队。1点之后，蓝线高于红线，但红线在触底后反弹，对蓝线进行奋力追赶。A 点到 C 点即汉唐时期。郭教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氛围描述为那种勃勃生机、万物经发的境界有在眼前。中国的国运达到最高点，远超同时期欧洲的 B 点到 D 点。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认为，中国东周至秦汉时期已经具有了国家形态，欧洲则与此不同。欧洲的中世纪在政治上处于割据状态，那是封建制度与封建主义盛行的时代。转折点出现在宋代，存天理灭人欲，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导致中国社会整体的衰败，中国国运开始出现下降趋势。同时期的欧洲，其国运达到了最低点即 D 点。中世纪欧洲教会对人们思想上的严酷迫害，黑死病的大规模流行部分破除了教皇和教会的神圣性，最终在意大利为首的地区激发了文艺复兴，人们开始冲破神权和王权的束缚，欧洲国运触底反弹。文艺复兴是欧洲反超中国的关键节点，文艺复兴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呼唤人性的尊严与自由，重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接下来的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打下了坚实的思想社会基础，最终为工业革命在欧洲的率先出现埋下了伏笔。马克思对这一时期的评价是，资产阶级在他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一时期的中国当然也出现了一些思想解放的学说，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都对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了反思。顾炎武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王夫之要求不以天下思一人，而黄宗羲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更是惊世骇俗。郭教授认为是1点即1644年的清军入关打断了这一思想解放进程，最终导致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郭教授将这一历史事件评价为中国的历史在即将突破的时候，一个比中原地区的文明和治理程度远远落后的游牧民族占领中国了。但总体上讲，17世纪之前，中国仍保持对欧洲的相对优势。从 E 点到 F 点是中国国运不断沉稳的过程，大体和清代历史发展重合。虽然有康乾盛世这样的中国古代的王朝巅峰，但总体上清代相比较之前的王朝，文化上更加封闭，甚至是倒退，在和西方国家的历次交手中不堪一击，最终败下阵来。也就是从此开始，中国和欧美的差距不断拉大，最终达到最低点。相比较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原藩属国日本的入侵则第一次让中国人民觉醒，开始产生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1898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可以讲一下子把中国最后的颜面踩在了地上。中国的国运毫无疑问跌到历史最低谷。中国维新之萌念，自中日战争生。作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起点，历代革命家和爱国者无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从维新变法到辛亥战争，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实现了触底反弹的历史转折。郭教授认为，这一历史转折的核心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国运才实现了触底反弹。我们又在赶考的路上，是郭教授将国运线理论运用在现实中最好的概括。
从总体上讲，国运线理论实际上是对中国历史的简单概括，但郭教授对国运线的解释存在严重问题。下文我们将进行更加深刻的剖析。事实上，郭教授的国运线完全是服务于这个示意图中没有画出的部分，即还未发生的事情。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郭教授对自己在历史进程中的定位是启蒙，是垫脚石。在这时候就出现国运线理论中的爬坡论，即从20世纪开始，中国国运开始上扬，在未来最终超越欧美的过程中，国运线呈现一个坡度。就是拉了几千斤的东西，你不能说风凉话，多做众志成城的事。甚至进一步认为，那个时候谁要说风凉话，都得整谁。对此，郭教授的解释是，因为那个时候稍一松劲是车毁人亡啊，真的绝对冲顶了。没有对手的那个时候，大唐的气象所谓的宽松才会来。但现实例子是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如果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做出那些重大决策失误的时候能够听进去那些风凉话，或许就不会有后来的3年自然灾害和10年浩劫了。毫无疑问，社会问题是复杂的，其分析和解决都需要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和几十年的政治训练。平头百姓别说解决社会问题，就是维持生计都已经用尽了全力。我们有解决问题的资源和能力吗？我们有资格做郭教授口中的建设者、改革者、推动者吗？没那个能力的，知道吧？说几句风凉话，就是要让居庙堂之高的人能够听见，就是要让郭教授这样的专家教授能够听见，从而能重视它、解决它，或者和我们一起解决它。普京也想知道几点入侵乌克兰。纵观世界风云，这边风景并不独好。一个机智普通人指出社会问题，不允许百姓说风凉话，反而把提出建议的人打成混子、公知、汉奸的社会。上一个是已经解体的苏联，再往上就是发动2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切灾难的轴心国集团。鉴于郭教授自称为中华文化的学习者、传播者，那我们就引用一篇中华文化小故事《资产不毁乡校》来反驳他的观点。郭教授眼中的混子、公知、汉奸，聚集在乡校里阴阳怪气说风凉话，但拉了几千斤东西的资产有没有像郭教授说的一样，谁要说风凉话就要整谁？作为执掌郑国国务大权的大幅资产，把乡校作为获取群众议论正式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根据来自公众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我想走在上坡路的我们，反而更需要人指出这辆车的问题。郭教授说，到了国运的巅峰，我们就可以松口气，那前面是悬崖呢？如果这个过程中车轮爆胎了，要不要修？退1万步讲，郭教授又怎么知道我们永远会在上坡路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呢？什么叫国运？在2战时期的日本，国运被赋予了极端的含义，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口号和理论基础之一。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日本是一个有着1000年历史的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传统，应当成为亚洲的领袖，甚至世界的领袖。他们会用国运这个概念来控制人民，让人们相信只有支持日本军国主义才能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强大。日本爱赌国运是由于日本地理环境恶劣，这也造就了日本国民狭隘的世界观、悲怆的人生观。国土贫瘠，面积小，自然资源就匮乏，无法用自然资源与外界交换。国家要发展，就唯有对外扩张。要对外扩张，他的国力又不允许进行持久战，这就要求他毕其功于一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赌国运。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其实都是局部胜利，要发展成持久战，日本就吃不消了。2场战争的胜利，一方面是日本自己准备充足，更有英美的支持；另一方面，清朝、俄国内部统治腐朽，破绽百出。所以日本的崛起之战既有实力，更有运气。但战车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了。最后与英美为敌，加上有战胜清朝、俄国的战绩，日本人民和政府高层都沉浸在旧日的美梦中，不愿醒来。2战前的日本所经历的对外战争都是局部战争，不是总体战。日本不知道总体战意味着什么，一方必然会被毁灭，即灭国战争。罪而小国日本有这样做的必要，但中国没有。满清最后的70年，几亿的包金币，最终还是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了。说白了，赌国运这个词只在形容小国发展的时候会出现，从未听说过英国或者美国甚至现在的中国在巅峰期跑出去跟谁对赌过。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赌国运是自己的战略失误，也是历史的必然。成熟国家是不会也不需要赌国运的。国运这种东西，你拿去赌就已经是过了下风。好，很有精神。赌国运当然不是日本的原创，在21世纪的中国，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国运最早出现在《左传》中，是指一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中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国运是国冠中《三国演义》里所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国运出现在中文语境下，大多给着负面的形容词，例如“国运维艰”，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号召。大体可以理解为明朝末代皇帝崇祯面对已经被李自成围困的北京城，向大明全体官员和百姓高喊：“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呀！”不知郭教授在全国人民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当下，把国运概念旧瓶装新酒是何用意？这难道不是郭教授口中的说风凉话吗？美国的美国梦，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日本的大和民族等等概念，都是为了凝聚人民、推动国家发展而产生的。但这些概念与国运的区别在于，国运更多强调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命运和前途，而其他概念更多强调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理念。在国家机器的对比下，个人力量是如此渺小。结合郭教授对其国运观的阐述，是否可以理解为，假如有一天为了所谓的国运，我们的决策者会像二战时期日本一样，将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很可惜，军国主义者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看，不管你是别国的老百姓还是自己的老百姓。而国运线理论自己也已经告诉我们，所谓的冲顶过后，只有从最大值流迅速跌过。就算真的有什么国运线，而我们又处于这条线的哪个点呢？终于研制出时光机了，我们要回到华夏最鼎盛的时期。对，回秦朝。明明是唐朝，呸，一定是汉朝。奇怪，怎么没有反应？难道？就算郭教授所说的国运真的存在，其国运线理论也契合中国的发展轨迹。那我想问问郭教授，2023年的今天，我们到底处于国运线的哪个阶段？是还在爬坡，还是达到巅峰，亦或是巅峰过后的下坡路？ When a country is going downhill, it's time for someone to get into the driving seat, put his foot on the accelerator. 看看08年北京奥运会和22年北京冬奥会的对比，世界各国领导人都来了哪些吧？就算都是万国来朝，但万国也是分3、6、9等的，有来乞讨的，也有来要债的。从被各大发达国家环簇，到和第三世界手牵手，经济发展一泻千里，政策供应箱掏空箱底。统计局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的今天，国运这种东西就算真的存在，恐怕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一些媒体的人交流你注意这个媒体做了这个报道，你听什么报道呢？说广西一车橘子，卡车的橘子拉到北京去，结果在河南或者什么地方那个车翻了，以后橘子散了一地，然后当地的农民拿着筐子把橘子给捡走，就抢橘子，然后这个媒体里面就开始把这个事给报道，一报道不要紧，你注意下边一帮子大学生小年轻人就开始骂了，中国人素质低，这个那个。我看了以后，你注意，后来开会的时候，我就问媒体，你为什么报道这个事？我说中华民族14亿人，那么多人忘我的奉献，那么多人肝脑涂地给国家打拼，那么多人拾金不昧，那么多人见义勇为，你为什么不报道？你为什么专捡这个事报道？你告诉我你的理由是什么？你要说这个社会风气有点问题，哪个国都有很肮脏的，美国到处都是枪击，西方国家的刑事案件到处都有，哪个国家都有点问题。我说你为什么非得找这种事？你为什么非得引导我们的年轻人觉得我们不好，觉得老百姓的素质低？你告诉我你居心何在？你给我说清楚，你故意的侮辱我们。我说媒体的责任你知道有多大吗？你多报那些乐善好施的人，见义勇为的人，让老百姓看到光亮，让人民看到希望，让我们的人民对国家越来越有信心，这是你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有道理吗？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我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中试图寻找郭教授所说的广西哄抢翻车橘子事件，但不知是我能力有限，还是郭教授记忆出了问题，我并未找到符合郭教授所描述的时间、地点的哄抢事件，反而广西有可能是受了无妄之灾。以广西橘子翻车哄抢为关键词，可发现一篇指向某知名教育机构出版的2014年广西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其背景链接中举了2014年兰州哄抢翻车橘子的例子。当然，广西类似事件也不是没有。2020年，一艘运载榴莲的货船在外文海局翻船，大量榴莲漂浮在海面，附近不少村民纷纷祷告，最后因感染副溶血性弧菌引发食物中毒，也算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典型案例了。2015年，央视新闻1+1节目关注浙江货车翻车后民众哄抢大米事件，节目组也统制制作了近3年来中国哄抢事件地图。在不完全统计中，有18个省曾经发生过哄抢事件，包括今年下半年以中原迷笛音乐节为首的众多哄抢盗窃事件，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毫无疑问，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的角度来看，这都是错误的行为。
但郭教授观察问题的角度很刁钻，他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上升到了新闻学的高度。看完郭教授的大观，我想起了知乎上的一个问题：假如在战时日本有社交媒体，上面会是什么样的风景呢？1945年8月23日，朝日新闻发布关于自我谢罪的声明，表示对1931年918事件之后至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的10多年时间里，对于误导了日本国民和舆论负有新闻媒体的责任。而每日新闻的高层则表示，战败前一天还在大喊鬼畜英美焦土决战，第二天就彻底转向日本人民夹道欢迎麦克阿瑟将军莅临指导。这样的核定本实在让人太难看了。尽管军部前置言论关停报社的确是事实，但这些媒体宣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也绝非蠢被动。918事变的爆发实际上是极少数少壮派军人的冒险，日本国内的主流舆论并不支持这一行为。如果当时主流媒体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击这种做法，政府和军部也有理由来管束这种鲁莽的行为。但事实上，大部分日本媒体在战事一开就立马站在了支持侵略的立场，从而让军部极端势力不断壮大，压缩稳健派的生存空间。大阪朝日新闻在此前曾经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媒体，经常批评日本军部。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在《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中指出，日本军部和右翼人士通过不满行动让大阪朝日新闻的发行陷入困境，而其竞争对手大阪每日新闻则抓住机会，通过煽动战争情绪而扩大发行量。日本其他的主要报纸如东京日日新闻也因为面临类似处境而选择投降支持军部的对外侵略扩张，而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大报是1930到1940年代日本国内狂热军国主义民粹思潮的受益者，销量及广告收益在此期间都大幅上涨。支持军国主义有钱赚，这就是当时日本媒体在这条死路上跑得比香港记者都快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前，日本媒体每天都会积极主动地宣传郭教授口中的正能量，去报道那些忘我的奉献、肝脑涂地给国家打拼。甚至那些非常熟悉东方话术的媒体还要在收文中反问两句：你为什么专挑这件事报道？你居其何在？郭教授这套理论从本质上讲，说一句反动都不过分。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时候，都知道一个赌不如输。周厉王实践了不报道，最后搞得天下道过乙木，人们对着太阳指桑骂槐。我们也要反问郭教授一句：那么多媒体，特别是国营媒体和地方媒体，都在宣传忘我奉献的人、拾金不昧的人、见义勇为的人，都在歌颂我们的正能量好人好事和我们祖国取得伟大光辉成就，你怎么就看不到？我看郭教授很好的说出了部分地方官员的心声，在自己辖区出了负面新闻，第一反应不是思考怎么解决负面新闻，而是先思考怎么解决报道负面新闻的人。郭教授的理论和逻辑，其影响和后果已经能在各大官媒的评论区可见一斑。一旦报道和人民群众的期待产生了较大偏差，轻则删帖，重则封号，评论区一关闭，博主一开启精选，早已成为常态。官媒的报道才更像那个进入知识荒原的你为什么专挑这件事报道。如果郭教授认为一个人人都能说话的社会很危险，我们索性就只不允许郭继承一个人说话，郭继承以外的任何人都可以说话，那这个社会就不危险了。NHK 在电影院公映的战时日本新闻系列影片，战败前最后的254号还在鼓吹本土决战，拿大东亚决战战机疾风和 J2M 截击 B-29轰炸机。但2个月以后的256号已经放着女武神骑行和星条旗永不过喜迎美军进驻了，很难说这背景音乐和新闻报道哪个更让人啼笑皆非。中国人认为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它是什么？它是如。对吧？所以这个词叫如来。我见到如来这个字有秘密，如来，如来了吗？如来嘛，他真来了吗？如来，到底来没来？如来，如来，他真来了吗？如来，你看来没来？如来，他很厉害，他不是一个有形的。所以你读心经。心经里面讲啊，什么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注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不动。所以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这样说的吧？它不是个实体。我有一次去甘肃讲课，遇到一个人，他的老师，当时也70多岁了，那个70多岁的老人家就问那个小伙子：“他真有佛吗？这个世界真有佛吗？”一下子把小伙子问傻了。哟，他这真有吗？一下就问傻了。你想想，那是个真理，真理是无相的，所以《金刚经》里一句话叫“凡有所相，皆是虚妄”。见所相非相，那是个真理，你不能迷信在这方面，它是个真理。所以道可
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当然说，那有人说我非得说，你非得说，我可以告诉你，老子也没说明白，它不是语言可以描述的。后来西方的语言哲学家叫维特根斯坦把这个事儿说了一句名言，维特根斯坦说，这个世界上有语言能说的，要说清楚；这个世界上也有超出语言说不明白的。维特根斯坦直接用了2字：闭嘴。那没法说嘛，所以才有了如来什么拈花迦叶微笑。宇宙万法的那个源头，它是什么？从科学角度来讲，就是宇宙大爆炸前那个极点。不过很显然，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抽象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的，宇宙中的所有现象都由运动中的物质组成，其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的，并且按照自然规律发展。世界存在于我们之外，独立于我们对它的感知。思想是物质世界在大脑中的反应，世界原则上是可知的，也就是我们在中学中就学习过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理论体系当然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此进行了很多的讨论。郭教授提到老子在《道德经》第1章里说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正是因为有个道，万物才出现存在。道德经中的概念都是在说明一种状态，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是状态，德也是状态，无是状态，有也是状态。正是因为有个有这个状态，才会产生天下万物的实质化形态。我们可以把无比作佛家理论中的空，佛家心经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的就是道家中的有即是无，无即是有。汉传的佛家思想最在乎的反而不是宇宙万法的源头，佛教主张宇宙是由无数个小世界所构成。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探讨宇宙的奥秘。在科学不发展的上古时代，人们不知道来自大自然的日月星辰、地月水火等各种变化是从何而来，以为冥冥之中必有主宰的力量。世界各民族都发展出他们的超自然力量信仰，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代表宇宙本源的真理不是有形的，承担这些真理的神明自然也就是没有实体或者说是无相的。所以当70多岁的老人家问出真有佛吗？这个世界真有佛吗？一下子就把小伙子问傻了。对于宇宙本源的探索，如果是用来涵养自己的道德、约束自己的行为，有或者没有，它重要吗？我想大概是不重要的。但如果这样的研究最终被用来论证3纲5常的合法性，去约束他人行为，去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那宇宙本源到底是什么就很重要了。这样的行为与其说是在存天理，不如说是在灭人欲。如来作为一个佛教用语，已经被郭教授堂而皇之地端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庙堂。如来是梵语多陀罗伽陀的意义，主流解释为成真如之道而来，也就是说，如来的这个如字是真如的如，而不是如同的如。郭教授理解为好像来了实际上又没来，这明显是望文生义。网友们的弱智反而说到了点子上。按照古代文言文的习惯，如果是好像来了的意思，写作若来会更合理。就像是大智若愚，上善若水。郭教授这样的高棍，也有人能品味出真不知道他们是蠢还是坏。郭教授最后提到了如来拈花迦叶微笑的佛教故事，大体是讲一天在灵山会上请佛说法，可是呢，释迦牟尼佛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拈波罗花辨识大众。会中所有的人和神都不能领会如来的意思，唯有如来的大弟子迦叶领会了老师的意思，破颜微笑。于是释迦牟尼佛将花交给迦叶。郭教授的高论，哪怕是在郭教授的研究生里，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真正理解，更不要说看讲课视频的芸芸众生了。最后，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变成了郭教授被骂，举办件暗报，只是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向平台疯狂举报批评郭教授的视频，也算是向学生传递了郭教授的心法。如来这个视频的核心不在如来，而在于郭教授引用维特根斯坦，说不清就闭嘴。这个闭嘴不是闭郭教授的嘴，而是闭轻动的嘴。郭教授知道自己这套理论经不起检验，也说不清楚，于是就和中医一样，直接拒绝检验。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问就是适应症暂不明。不得不说，逃避虽可使但有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教授也算落实了自己的如来理论，在有和没有之间的道德真空和历史虚无，就是这个伪科学理论大行其道的地方。上文我们通过选取郭教授3个阶段的视频，针对性地批判了其观点。但郭教授的言论有没有可取之处呢？当然是有的。郭教授使用了较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科普。对于郭教授这样一位70后而言，愿意和年轻人进行沟通，已经是同龄人中难能可贵的了。我们也要留意到一些非常让人担忧的趋势。郭教授和他的团队正在对自己的观众进行提纯和筛选。国域线是横版长视频，是大学课堂的顾客，长达2-3个小时。而后来呢，你为什么专挑这件事报道和如来都是典型的数版短视频，短则几十秒，长也不过1-2分钟。这极大的限制了视频本身的逻辑性和思辨性，更多的是对国际城历史言论的剪辑。
用最大的信息密度中出刷到视频的观众。被灌成奶油泡芙的观众们哪还有精力思考郭教授说的对不对，更别提去翻书查证一下了。很多郭教授支持者认为郭教授的观点被断章取义，没有被完整表达。这看似是个传播学问题，郭教授的观点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劣化，只留下最有利于传播、最耸人听闻的观点。短视频的流行也大大加速了这一过程。但问题在于，这个趋势本身就是郭教授和他的团队自己推动的。去看看各大平台上郭教授的视频吧，不都是郭教授和他的团队自己上传的吗？不过这也不是很难以理解，毕竟要恰饭的嘛。资本这个被郭教授不断唾弃的东西，或许才是郭教授真正的信仰。过去几个月，互联网上批评郭教授的声音大多消失了，倒不是郭教授的反对者受到了感召而幡然醒悟，而收到了下架投诉和律师函。投诉人是北京泰和宏光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原先第一大股东就是郭继承，直到2018年他才退出。很多耸人听闻观点，郭教授虽然删除了，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这样的核定本被翻出来，对郭教授的麦克事业当然是大大的不利。本文立足于讲科学、讲事实、讲逻辑，有理有据地反驳郭教授的错误观点，也部分肯定郭教授的正面影响。原计划通过电话、邮件、微信等方式对郭教授本人进行采访，但由于网络疫情发展，作者已知的郭教授联系方式已经被注销或关闭，无法获取当事人的看法，实在是本次研究的一大遗憾。本文既无捏造事实进行诽谤，更无辱骂等侮辱言论。郭教授作为堂堂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如果连我这样一个科普领域的学术讨论都容不下，也要打成侵犯名誉权，实在是有失身为公众人物的基本素养，也枉为人师。最后改变一下克林顿竞选总统的口号，总结一下郭教授的作用逻辑：笨蛋，问题是资本。难道他编错了吗？当我这个深挖思想根源、上价值搞升华的第2章节，在国内平台一定是要自我节制的，不如就让我们深挖一下郭教授这代人能造能保、思想十分缝合的社会大背景。本质上讲，郭教授的思想体系是第2次结合的产物。什么是第2次结合？首先该聊什么是第1次结合。中国国土大、人口多、历史长，什么时期事都发生过，时间一长就形成了老祖宗历史大数据调用库，碰到相似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不用重复造文字了。所以结合实际上就是数据库管理与合并，你还能比老祖宗聪明？这2个结合都是原教旨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或者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1次结合的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而第2次结合的成果就是2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简单来讲，郭教授就是扯着当今圣上的虎皮做大旗，把文中所有的郭继承全部替换成当今圣上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湖南卫视十分抽象地让孔子与马克思成为知音，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儒家化。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也使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1926年，郭沫若创作了《马克思经文庙》，大胡子马克思还真就与做文庙的孔子促膝长谈了一番。此文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理想等同起来。铁骨铮铮的郭沫若先生可谓是思想缝合界的祖师爷。1978年出生的郭继承正好卡在了第1共和和第2共和的转折期，这一代人别说是思想了，连人生都是缝合怪。想象一下，一个人上小学的时候还在写毛主席万寿无疆，行文写作严逼成小红书，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到了中学，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开始拍改革开放的马屁，写自己家吃上个饺子，盖上了新房子。相比较而言，1984年的 Double C 都显得保守了。他们这代人的成长史就是一部改革开放史，历经了从急速放开到保守回潮的全过程。郭教授所谓儒马师道四不像理论体系，实际上反映了整个第2共和国的理论基础，内在虽然变了，但仍然要打着原来的幌子。在第1共和中，只要那位克里斯马式的伟大领袖活着，其本身就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再加上创业初期通过土地革命，让大多数人实实在在的分到了利益，即便后来多次出现重大历史错误与政治灾难，这部分合法性仍然未被消耗殆尽。进入第2共和后，原有的克里斯马式政治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对4人帮的世纪大审判彻底给上一阶段钉上历史的棺材板。第2共和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可持续的合法性再生机制，这个机制就是改革。改革本质上是再分配，它与初次分配带来的合法性有所不同。改革创造合法性机制更像一种合法性转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剥夺上一次分配中获益的群体，去补偿上一次分配中处于劣势的群体，在更广大的分配劣势群体中重建合法性。而每一次改革基本上都是重复这一过程，我也称其为左手倒右手。为什么要先富带后富？是因为先富在过去1-20年被剥夺干净了，所以要在先富中重建合法性。为什么要共富？因为培育先富的过程剥夺了太多未富群体的利益，因此要在未富中重建合法性。先富、后富、共富等一系列政治话语的出现，正对应着左手倒右手的合法性转移过程。但是这个左手倒右手的游戏并不是零和博弈，在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或者科技革命以前，它是复合博弈。这个蛋糕并不会随着改革变大，随着蛋糕的消耗或者在某个群体的集中，改革的难度会愈发变大，也就是官方所谓的进入改革深水区，它再生产出来的合法性也会越来越少。随着它的合法性再生功能的丧失，官方也会慢慢抛弃改革这种政治话语。
为什么中国会更倾向于频繁使用改革这样的政治话语，而所谓的西方国家却很少使用？这是因为中国和所谓西方国家合法性再生机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民选政府的更迭，某一届执政者合法性丧失了，选民会把反对党选上来，反对党带着不同的政治纲领走上前台，修正甚至取缔先前损害统治合法性的政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合法性得到再生，这当然会带来政治僵局、政策的反复无常和经济资源的浪费。但它将合法性的承担者从国家转移到了某一政党身上，哪怕合法性彻底丧失，也只是带来执政党的更迭，而不会将矛盾直指国家本身。不管新的政策管不管用，当一个政客带着一种政治承诺走向前台的时候，短期之内其合法性必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而中国则不同，除非变天了，不然怎么政权更迭都是红色江山，最终骂名是全民共享。而20世纪最后的这20年，又可以1989年的春夏之交为分界点。在1989年之后，保守回潮的原因已经无需多言，但所谓保守保的可不是社会主义的手。1992年南巡讲话后建构的中特理论，更像是一种类似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开放当然要接着开放，但只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制度和意识形态，可就不要碰了。从一边倒的学习西方，转向了回归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只开放不改革。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就是总会计师陈云同志了。看来还是我们的孩子可靠，不会掘自己的祖坟。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了，挖搞祖宗坟墓最多的，往往就是这帮人的后代。中特理论最终在和自由派争夺民族主义阵地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这也正常，毕竟既要又要还要，只存在于梦里。无产者是超越国家和民族边界的，怎么会自降身价当一个民族主义者？进步主义者相信后人的智慧，保守主义者相信老祖宗的智慧。保进步主义手的人则认为1848年的马经最正宗，前面是资本家太坏了，后边教化本意是好的。但一个政权终究还是要有存在根基的，把自己当外来户，一面宣扬满汉一家亲，一面公开歧视最大的主体民族，再碰上国内外压力叠加经济下行和疫情，过去30年集权化发展随即破产。这帮中体信用的忠实信徒也就只能退化到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去孔老二那里借几张固纸裱糊一下四处漏风的房子了。这也不难解释特朗普上台后，郭继成这样的人能乘风而上，被封为国师、国学专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从根本上讲，中特理论的这一转变也是先锋队理论的破产。与其说是永远先进，不如说是必然变质。先锋队理论本质上是一个精英集团打着所有人的旗号维护统治。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强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甚至可以说是平民主义的，但列宁将其改造的极具精英主义色彩，实际上是要整个先锋队和他们的头目成为了圣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了耶稣和他的12门徒。为了维持这个精英集团的稳定，就要不断的斗争，直到有人出局，被打成叛徒、内奸、走狗，往他手里塞上一把银币进行栽赃，再借此把犹大的权力和利益重新瓜分。圣人们都说，想要成功就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但要是真被打成犹大，住2天牛棚，修几间拖拉机，嘴上就要开始不干不净了。所幸耶稣早已被钉在了十字架上，现在是12门徒和他们后代的天下了。先锋队所谓的阶级性变成了精英集团和最广大人民的冲突，张和子、周公子、北极鲶鱼无不如此。所以马克思说的没错，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几种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更何况先锋队也是有人数上限的，毕竟目前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应该还没有任何组织能真正落实1亿玉碎，这个先锋队的刀刃未免太厚了一点。如果你自己都不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那大多数人又为什么要真心实意的支持你呢？在自己当老板的公司里，想给自己和下属封什么头衔都可以，但订单和薪水可不会因为你有一个吹上天的 title 就自己飞过来。郭教授100年前的同类康有为就是典型代表之一，从一个在当时还算进步主义的君主立宪派，最后沦为在共和国支持复辟帝制的反动保皇派。在马关条约签订时，煽动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公车上书，用其他人的虔诚换自己在奏折里自吹自擂，后来被光绪帝钦点去搞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又仓皇逃跑。年轻时写出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的人，到了老年变成孔教会会长，开始宣扬尊弘复古，后来被红小将们掘开坟墓游街示众，也算求人得人了。为什么在反驳郭教授的国运线理论时，我要花大篇幅讲2战时期日本呢？因为郭教授这套理论根本就是北议会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实是郭教授将北议会主义基本原理和改革开放40年历史实验相结合，实现了新时代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新的飞跃。北议会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最终走了邪路。有人说北议会的理论好像在日本的旧米酒中灌入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啊，其实说反了，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入了日本的旧米酒，还他妈是天皇的口嚼酒。一个能主张保障日本中下层平民生活的左翼进步人士，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的理论先驱，这两者矛盾吗？在昭和日本这样一个畸形国家里，这两个就是实现了对立统一。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日本国内的思想界也掀起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以福泽谕吉为代表，自由民权运动开始崛起。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日本所改革社会主义。与此同时，社会达尔文主义、维护天皇专制主义的正统思想等多样化的日本思想界，各种理论体系和意识形态任君挑选。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恶化，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经济上享受着战争景气的天皇统治集团，却在政治上陷入危机。在这种形势下，各种极右势力来了一个大串联，摆出共赴国难的气魄，要面见天皇，寻求维护天皇专制统治的药方。最终，北议会于1919年写出了日本改造法的大纲。开篇就说，大日本帝国内忧外患，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困难，担心着将是祖宗建国大业付诸东流、幕府维新之忧患重现。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北议会主张拥奉天皇，迅速实施全面的国家改造。在政治上，让天皇成为国民总代表，用天皇自己的小班子替代内阁职权，修改甚至废止明治宪法，解散国会，代之以绝对拥护天皇的国家改造议会。在经济上打出均贫富技能卡，私人资产不能超过100万日元，多出来的由国家搞3次分配。更重要的是要打击那些新兴的垄断企业，然后通通收归国有。当然，北议会肯定不是要否定私有制度，其本质还是在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巩固扩大天皇统治的物质基础。在社会问题上，北议会一面许诺保障国民的生活权利，一面又要求国民绝对服从国家改造，一边许诺8小时工作制，一边又主张这是劳资双方自己的事情。只能说一句，议会中肯。北议会最有名也是影响最深的理论，莫过于后来的大东亚共荣圈了。称英国是跨全世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北半球的大地主，日本则是国际上的无产者，有在正义的名义下对其开展以夺取其独霸地位的权利。要建立一个强大的陆军防御俄国，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防御英国，还要把印度和中国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并推行至即将取得的新领土，比如台湾。北议会的超国家主义标志着日本正式进入了帝国主义。有个这样一位鼓吹手，军部少壮派们也要拿着这本日本军国主义的圣经开始造反了。226政变的失败，最终决定了北议会的命运。这位日本法西斯之父、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大家，就这样在1937年被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派们给枪毙了。往好处想，郭教授现在只是讲讲课，最多不过是祸害祖国的下一代。但要是给郭教授篡夺国家权力的机会，很难说会不会得到坐火箭提拔，最终危害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一面宣扬学生和家长给教师群体老老实实磕大头，仗着封建伦理道德；一面宣扬民族主义言论，要大家盲从那些反智反科学的中医小故事，要大家为了国运不懈奋斗，鼓起袖子加油干。与其说是在安抚民众，不如说在激化矛盾。哪怕是为了通三统，也未免有点过于离谱。但我们结合郭教授成长的社会大背景和同行们的所作所为，似乎也不是很难理解为什么郭教授能提出这道毫无底线的极端实用利己主义的话说。很显然，郭教授的问题从来不是郭教授自己的问题。当马克思进入文庙，穿上个唐装，变成无害的神像说其实我早就是中国人了，让百姓当过一幕的周厉王，就需要一个能够通三统讲好中国故事的代际陶主义 2.0 站上意识形态的制高点了。代际陶主义又称儒家三民主义，即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所谓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想要把所谓的自由民主的观念儒家化。代际陶主义强调主体民族优越与主体民族文化优先论，反对进步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这一理论要求建立举国一致政体，以进行完全的社会动员，目的是维护民族团结，维护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代际陶主义主张通过阶级合作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法团主义压制阶级斗争，实现阶级合作。当民族危难之时，工人与农民都应当忍让，唯有大力发展实业，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本民族的伟大复兴。但问题在于，代际陶主义者可以让民族时刻处于危难之中。代际陶宣称，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就是要复兴中国儒家文化。而中国之所以在历史和现实之中饱受列强和专制压迫之苦，正是因为失去了文化自信力、创造力的结果。而代际陶主义曾经被瞿秋白为首的左派知识分子们大力抨击，被称之为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无论是代际陶主义还是郭继承思想，其实都是在帮统治者用传统文化通三统，去建立国族认同和增强执政合法性，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说中国是伪装成文明的国家，以至于中国可以建立一个与西方世界对立的国际新秩序。反对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与现代性，要做全球化的反动派，认为中国不应当总是试图将自己套到一个普遍化的描述中，而要习惯于自己的特殊性。因此，自古以来的故事必须起源越早越好，包含的内容越多越好。假如汉武帝北伐匈奴的时候，真有一支罗马溃军裹挟着王子逃到了西域，那么罗马也是我们的自古以来。假如人类老祖宗不是非洲走出来的智人，而是北京直隶人，那么更能证明中国人的古老以及与欧洲人的泾渭分明。建制派对传统文化的消费是一种只在乎符号的消费，并不在乎其形式与内涵。此类传统文化被提倡的唯一目的就是建构区别于西方的中国特殊性，并提供一种延续千年的共同故事与记忆。
相较于前30年将一切历史都用阶级观点解释为儒法斗争，现在搞西方唯史论也说不上更进步。而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速食的精神鸦片，用来填补后40年狂飙突进发展留下的精神空虚，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在改革产生的灰色地带大发其财的企业主和官员，有必要对自己在商业和仕途上的成就做一个解释，期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并带来更多的利益。于是，什么曾国藩家书、各种成功学、后黑学、儒家、佛家经典著作选读等人生哲学便成为显学。这些企业主和官员在读过几句名人名言后，往往会对自己的过往做一些浅显的反思。这样的自我批判或许能够有效抚慰他们的焦虑，又或是靠精神鸦片继续增强文化自信。我青年时代就读过这丸子、鱼腐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葱丸子、溜丸子、炸丸子、格子丸子、豆腐丸子、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豆肉、胡肉、黄肉、烧肉块、烧烤、大耳白肉、烀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了肘子、酱豆腐肘子、炖羊肉、酱肉、五香羊肉、山羊肉、酸三样、爆三样、炸球球、炸菌果、回音四烩散蛋、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鲜川活鲤鱼、板鸭、筒子鸡。好。在国学之前，占领这个生态位的是气功。去报各国国学大师的国学班，在桌上摆满永远不会看的国学经典，和当年气功大师们集体发功，在效果上是一样的，其实都是在提供一种心理治疗服务。不同的是，直到现在，愤怒的天庭还是偶尔要对各国神仙发表警惕大师的公文。进一步讲，当代年轻人研究哲学或者社会学等于自己无特殊功力的学科时，如果不但没有感到焦虑与自己的欠缺，反而越发觉得自己完满且烦恼都被解决，那么无非是吸了一种更浪费时间的精神鸦片罢了。而这就是为什么国教生曾在年轻人中红极一时的根本原因。现在的传统文化热实际上是一种传统文化梗，比起儒学1000年的发展与重新阐释，人们似乎更在乎孔夫子那几句能当心灵鸡汤用的语录。很多人只看到郭教授在23年3月自行删除其账号上的所有视频，默默退战，但很多人似乎都忽视了郭教授是如何从国运县时期的网红教授沦落到被我这样一个历史科普博主痛打得过水狗的。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郭教授在 B 站的受众，毫无疑问是年轻人的主体，是年轻人捧起了国际潮，又狠狠把它砸了下去。这是为什么？是郭教授变了，还是年轻人变了？实际上都没变，时势会变了。我们习主席大年30大喝一声，保卫武汉，一声令下，上万的职工放下自己的碗筷，装好衣服，立即出发。我们的价值观起作用了。我们什么价值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价值观在那里。西方是什么？老子天下第一。如果川普哪天在白宫草坪上抗议去，老百姓笑一笑，玩去吧你，谁听你的？所以我告诉大家，有人说，我给大家说，西方人抗议抗不了的。朋友们，他骨子里面他抗不了，他没这个本事，他调动谁呀？习主席一声令下，众志成城的背后，你们知道背后有多大的托起的力量吗？所有制，毛主席给我们建立的公有制，这是经济基础。朋友们，如果中国都是私企，也不行的。医院都是私企，给我抗疫去，有的私企就说了，你给我多少补贴？所以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人家给打的基础，这是所有制。我们政治结构是这个整个大一统几千年以来，这是政治结构托起来。第三个就是价值观，中华民族的价值观绝不主张个人中心，不主张自我的中心，主张个人和集体是一致的。国家有难，必须去帮国家。郭教授提出国运线理论是21年底，而你为什么专挑这件事报道被翻出来和如来被骂爆，都是22年中下旬的事情了。这短短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心情啊？现在什么样的心情啊？能够做到？坐地铁今天特别高兴，因为呢封了将近要2个月了吧。自从我出生到现在，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日子，被关在家里啊，不能出去啊，真是天大的爽啊！好的，谢谢您阿姨。奥密克戎和更加严格的疫情防护措施大大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我们必须要承认，至少在20年初的武汉疫情中，其中各样办大事总体上还是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但我们要承认，在22年，疫情防控进入了一个不断自我加码的怪循环，最终以急转弯快速放开朗被收尾。媒体所宣传的繁华盛世，化为犹如海市蜃楼般的一泡幻影。如此之局势下，青年一代的思想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他们与老一辈人的矛盾也与日俱增。然而郭教授并没有回应年轻人关切的社会问题，反而仍在讲那套旧有的说辞，非但没有打动年轻人，反而让年轻人看清了郭教授。原来你和他们是在一起的呀。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对立，最终让郭教授在 B 站也经历了一次急转弯。很不幸的是，郭教授翻车了。回首郭继承从神坛上跌过的时间点，恰恰是大变局最为激荡的那段时间。在国运线演讲里，郭教授说：“你们以后到哔哩哔哩上，到青少年扎堆的地方，
你要唤醒更多的人。为什么？知道自己的使命，你是站在一个大的时代坐标下的一个要托起国运的一代人。现代小癌实在是可怕至极，现实中给年轻人造成了巨大不便的宏大叙事，却让年轻人争先恐后的为之奉献。这种自上而下且傲慢的爹味说教实在是臭不可闻，最终让年轻人避而远之，抛弃了郭教授。郭继承完成了自己的时代任务，就那样自觉地从历史舞台退场。当代年轻人已经不是郭教授当年，其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无需为上学和吃饭发愁，甚至其中不少人都能在父母的资助下去国外旅游或者留学。大家都是人类社会，问题大多是类似的：外国好不好？外国远远不远？站在讲台上的郭教授已经不是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了。互联网让信息的传递变得廉价，青年人更容易接触先进思想的同时，也更容易在对比和反差中迷失方向。互联网代替报刊杂志成为了新的舆论阵地。当这种信息垄断被打破，年轻人自然能够学会平视世界，勿自暴自弃，无故不自封。这一代青年是幸运的，他们相较于之前几代人有更大的机会去接触先进的思想。这一代青年也是悲惨的，他们在时代的洪流冲击下失去自我，逐渐沉沦。而郭教授最终也抛弃了 B 站，并狠狠地用现实给年轻人迎头痛击：你不支持我，我就举办你。和马保国比起来，郭教授的行为显然更能激起年轻人的愤慨。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被拆穿后，用手里的乐器砸向指出他不学无术的年轻人，同样都是肚子空空嘴巴死硬。和南开大学的艾跃进教授比起来，郭教授也少了些许包容性。不信的话，你先骂几句艾教授，艾教授肯定不会反驳你的。郭教授一直自豪于他的博士后导师张凯之先生，而张凯之先生恰恰批驳了郭教授卖的那些网络课程。如果传播的内容不加规范，国学有可能沦为一种文化快餐。文化快餐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深度的理性思维，仅仅停留在了表面的视听享受上。长期是这样的快餐，观众就会营养不良。因此，媒体开设国学的栏目，既要有讲故事能力，也要具备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只有这样，对历史的阐释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张凯之先生一直都在警惕国学娱乐化，并希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多做点踏实的工作，少点浮躁与喧嚣，国学复兴的步伐可能会走得更好。或许我们不应当对郭教授如此苛责，然而当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公共精神财富成为某些人谋取经济利益的宝库时，我们不得不对此多一些警醒。一个哲学博士在知网上没有一篇下来的论文，将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考研辅导班、国学夏令营这种东西上。郭教授讲的既不是中华文化，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看似故作风雅，实则庸俗不堪的小市民文化罢了。郭继承教授，你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马原教授。如果喜欢本期视频，不要忘记3个加入，如果不喜欢请私信我提意见。粉丝群欢迎大家加入，你可以在 B 站、微博、微信、YouTube 随时关注言日谈，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郭继承，可获取本期视频的原版文文。最后的最后，这是言日谈，我们下期再见。商场，我滑雪山，这样的日子好悠闲，人们的关系很友善，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养老生病不差钱，由政府来买单。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小也很普通，我不求变成龙和凤，我只想活在幸福中。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它很简单也很易懂，踮起脚尖就能够到，不是悬在半空中。生意都要讲诚信，做孽都会有报应，食品安全吃得放心。